关于于朦胧死亡的谜团跟怒火，你以为通通压下来都扑灭了吗？不，今天又闪燃了，而且烧得更烈。七月与安生、长月烬明的陈都灵，现在传出他也被献祭了，而且已经离世。说你现在看到的曝光在荧光幕前的是替身上线，这是真的吗？而如果说于朦胧是引燃了这把怒火，陈都灵是复制悲剧，现在火真正烧到不可碰触的那一位，网络上大家盛传着下一位的目标姓胡，结果全网不到3秒钟指向同一个人，会是他吗？胡歌啊！焦哥确实哦，现在看到这位古装女神拍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戏剧，这一位呢就是陈都灵。刚刚我们也看到她演出的一个画面，非常的漂亮。但是现在啊，有一个美国的灵媒，他就只说他上个礼拜他被绑架，而且跟一个编号100的人积极的搏斗，想要求生，我想要活下去，结果遭到了极尽的一个凌虐，甚至这整个过程还被全程用手机给拍下来，拿到暗网上面去做贩售，多么没有人性的一个行为，而且导致他整个脸部是被烧伤，整个脸部都被烧得面目全非，甚至还已经被在矿区已经丧命的一个状况。不过也有另外一个灵媒宣称，其实他现在还活着，但是他的状况也不好，他现在被囚禁在启浩艺术馆的3楼，就跟于朦胧一样，被强行灌药、被殴打，而且现在处于昏迷的状况。为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留他最后一口气呢？目的就是为了要在12月5号那天要来把它当做活人献祭的一个祭品。那天什么日子啊，俊相哥？那天又是一个高官的生日，就是蔡奇。蔡奇12月5号，而且不是单纯生日哦。12月5号是他70岁的大寿，所以你说要找活人来献祭。所以当我们看到于朦胧当时他的离世的那个不堪的现场，就已经扯过一次蔡奇了。对，说蔡奇的义子，他的干儿子人就在现场。蔡奇是谁？是现在全中国网络沙皇都归他管呢。对，所以不准你传，不准你说，难道真的是他下令吗？还没完，你说陈都灵已经人走了，也是被抓去献祭，其实这个很容易被戳破。为什么？最近他还有曝光啊，对，所以这个事情网络上传开之后呢，陈都灵的工作室立刻说，没有，他12月还有很多活动啊，12月16、19、23号都有相关的活动，他就会露脸在大家面前。而且也有网友讲说，不对啊，他上个礼拜才在这个微博上面贴出很多的生活照啊，还写说零零散散的日常，看起来完全没有异状啊。但俊相哥，我问你，艺人的微博可不可以别人代 po？当然可以啊，可以吧？小编养一群，对，所以你就觉得说，那你有可能是别人发的，不一定是他本人，甚至画面呢？对，你不要讲说 po 文了，你现在看到本人，你看到的可能都不是真正的陈都灵啊！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讲的绝对都是有凭有据。来，大家看到这个是陈都灵，他在10月18号那个时候，他生日时候呢开了直播，他一边化妆啊，为了新戏要来去做改装。但是很多的粉丝看到说，这个人跟我印象中陈都灵不一样呢，表情明显的变得僵硬，肤色也变得不太一样。而且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在11分13秒的地方，旁边突然传出一个女生非常凄厉的声音，讲说：“你打我啊！你为什么打我？你放开我！你不要对我这个样子。”所以他还想说，会不会在直播中我们看起来假怪怪的陈都灵，他是假的，而真的在旁边呼救的那一个是正在被囚禁真的陈都灵呢？等等，现在画面当中这个陈都灵，他就是陈都灵啊！难不成他又不是普丁，又不是金正恩，他还会有替身啊？俊相哥，我告诉你，真的很有可能有替身，因为在这段影片当中，大家发现非常多的猫腻。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破解给大家看。大家看到刚刚在这个直播化妆嘛，对不对？脸部的这个特色很明显，对不对？第一个，他脸上痣不见，而且你注意到在他的耳朵旁边，我们耳朵这边是平滑的，对不对？对。但是他旁边这边翘起了一块，不是只有一个部分哦，这边也是。像不像我头上戴了一个细胶的一个面具？这边就是翻出来翘起来的皮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会不会是一个戴细胶面具的替身呢？好，那你就觉得说，这可能阴影嘛，没关系，我们再从其他的脸部特征分析给大家看。你看哦，如果是真的陈都灵，你看他耳垂如果对过来的话，他是在这个鼻翼的下方嘛，对不对？人中的这个位置。对。但是你看这直播的这个女的，你看她耳垂对过来，她是在鼻孔切齐。好，你觉得可能角度不一样。那我从正面来看，正面来看的话，她耳垂切过来已经是在鼻头上方了。对。所以就跟真的陈都灵来看，其实就有蛮大的差别。好，不是只有这样，还有其他的证据，甚至我们看到她出席这种公开场合，可能也不是真的陈
都灵哦。来看到真的陈都灵之前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下颚线非常明显嘛，对不对？哦，我是不太明显，肉太多，但你看下颚线很明显。但是你看假的陈都灵，它是已经有一个一个弯角存在，所以这两个人看起来，显然不一样。再来看到他的手通常打开，这个食指跟无名指，我们会有那个掌纹嘛？对，我们会有掌纹。第一个，先来看手指的长度，真的陈都灵，它的这个无名指跟中指长度差不多，可是你看这个，明显有落差长一短呢。再来，你看掌纹的部分，这个分叉的部分是在比较高，可是你看这边分开之后，另外一条线从这边，所以掌纹不会骗人啊。所以你从掌纹来看，这也是截然两个不同的人。好，我们听到这个地方，悲剧不只是虐待而已，尖叫声啊！我们再来看到地狱下面还有一层地狱，居然后面是一个极为恐怖、不忍卒睹的暗黑供应链啊！我们刚刚讲到，灵媒说陈都灵他被困在这一个艺术馆这个启浩艺术馆当中。大家想到启浩艺术馆怎么又是这个地方？跟于朦胧有关系。于朦胧在生前做一次直播呢，他不断的拿这个水瓶起来喝，但是有人注意到水瓶上面有个倒影，有个像是两个灰色人影交叠的一个状况。就一比对，这个是启浩艺术馆当中的一个雕像啊，所以是不是表示你在最后一次直播的地方就在启浩艺术馆，就跟这一次陈都灵被囚禁的地方一模一样呢？所以你说他生前最后一次直播在这个地方，导播你再看一次，这个水杯，它如果这边有东西，对，它会倒影在这地方，会觉得这个地方有一对雕像印在直播的画面里。没错，什么地方会有这个雕像？一对比，居然就在你说的启浩美术馆。那启浩艺术馆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好，启浩艺术馆这个地方呢，启浩艺术馆它背后的金主其实直通北京市政府，感觉是官方的，而且它这个地方就距离这也在讲说这一个于朦胧他被囚禁、被虐待的这一个5星级饭店就在隔壁而已。所以现在有人去看到这个密道，这密道是哪里呢？它是启浩艺术馆楼下。地底下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就是要通到旁边的宝格丽饭店。这个地方就是于朦胧被囚禁虐待的地方，甚至还有这个艺术馆的人员呢，他跳出来冒死爆料，他说9月11号于朦胧牺牲当天凌晨3点，看到这个艺术馆的馆长，他亲自带人把于朦胧的遗体透过地下的密道，把他带进了启浩艺术馆，而且看到他身上盖个一块黑布，身上都是被捆绑的紫色的痕迹，而且于朦胧被送过来之后，他就被冰存在地下4楼的这个冰库，跟金库一样难进去，因为它有3把钥匙同时转动之外，还要馆长的这个虹膜验证，这个冰冷冻库才有办法打开啊。那我问你，人都被你给搞死了，你还要层层看守，把它锁在冰库里，要干嘛啊？这个东西存在着这个启浩艺术馆非常可怕的一个内幕，因为最近它有一个展品大家看到这边它是一个雕塑人形，上面有一块人头的部分换成鱼，身上绑了很多绳索，甚至旁边还有一个蒙面的人拉着这个绳索，感觉我在操控你。居阳哥讲到这边，人形上面换个鱼。是不是就是于朦胧的鱼啊？暗示于朦胧生前就是这样被捆绑、被操控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知道，未来你把这些东西冰存之后，有没有可能变成活体标本，成为艺术品，在这个艺术馆里头来展出？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把死亡包装成艺术是真的吗？更恐怖的是，如果第一棒是我们看到了于朦胧，第2个陈都灵，第3棒会是谁？网络盛传姓胡，大家一想，不会吧，胡歌吗？胡歌，大家对他最有印象的，就画面上看到这个琅琊榜梅宗主，感觉这一种谋略非常非常深的这一个人物，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也让他的事业达到巅峰。但你要想想看胡歌其实他刚出来的时候，他也是跟于朦胧一样是个小鲜肉而且胡歌在过去，他在200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这个收工之后呢，他坐在后座就发生车祸，砰撞了之后。他在副驾驶座，他的助理在这起车祸当中身亡了。但是居阳哥，你知道吗？其实当天原本是胡歌要坐在副驾驶座的，但是因为他的助理想说，你拍戏辛苦，你到后座去休息，我跟你换位置。如果没有换位置，今天死的就是他，死的就是他。所以你知道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如果这个车祸他是人为蓄意要冲着我来的，那我助理是代替我去死。等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在讨论的是献祭的阴谋。对。这是2006年，几乎20年前就有这种事情。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当时其实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目标可能是针对我来的。所以他当时，你看他在访谈当中，他不经意讲出一句话，现在想起来真的非常的可怕。他说：“我受伤之后我去整形，我如果不转型，不从小鲜肉转为这种成熟的形象的话，我早就没命了。因为上头要的是这种小鲜肉来，可能接受这些潜规则。我不转型的话。”
他对我持续有兴趣的话，那我就没命了。所以你看到他这段时间，他从一个小鲜肉变成这种成熟的一个形象，而且你注意到很奇怪，2015年《琅琊榜》出了之后，2017年他事业巅峰，照道理讲这时候要干嘛？多拍一些片啊，没有错，乘胜追击，多赚的满盆满钵。对，但是你看啊，2017年他又说哦。我要赴美去进修，好，但是我跑到美国去，又被其他人认出来，所以，我逃出去之后，我终究逃不过这个魔掌，没办法逃出这片大网，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只有再回来。但是你看，2017年到2022年，总共5年之间，他没有什么戏剧有这个出来吗？人在当红的时候，突然一个淡出，人不见5年，他躲避什么吗？所以他就担心说，如果我继续待在这边，我继续当出头鸟，我继续变成一线当红的艺人的话，你有可能就找上我了，我可能就要被去做这种潜规则，甚至被拿去献祭。所以他不断的让自己低调再低调。所以你看他在2022年，他又传出说，我半退休了，我不再拍太多片了，甚至我可能因为得罪人了，我拍了5部片，陆续没有机会播出啊。那直到去年我们看到他的《繁花》，是终于播出了。那他其实在之前也讲说，如果丢了一个风向球，如果我这5年来我不拍戏了，我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粉丝们你们会支持我吧？这句话的背后意义是什么？是什么？我想脱离演艺圈了，我不玩了，要保命要紧啊，保命比较重要。所以你说下一个会不会是胡歌？其实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大。观众朋友，这几天金价几乎又失控的狂飙，几乎要追平历史天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国内号称是实体黄金交易门市遍及全台的盛时金业出大事了，被指控根本是吸金诈骗，受骗人数多达好几千人，金额更是高达10亿元。而他们就是看准了人们对黄金的痴迷。我们今天马老师要告诉大家，历史上还有更疯狂的。400年前，在南美洲，人们居然把黄金当成了给神的贡品，不断的往湖里丢。这400年来丢了多少？5万件的金器。消息传出，全世界都疯了。但这座湖、这座山，现在变成了军事管制区了。哦。黄金界的盛时，2022年才成立，是一下子3年爆红，对，盛时金业居然传出有涉及违法吸金诈骗，各位官你知道吗？检调出动多少组人马去搜索？多少人？72组，哇，兵分好几路，我从来没听过分72路是去全面搜索。为什么？简单的说，盛时金业就是说，你徐俊相，来买我的金子，对，只要超过50克，对，95折，100万以上，88折，我能买呀，很有吸引力。而且你等于放这边储存，我帮你保管，1年后打折扣还给你，金价又涨了。我告诉你，这样子好多哦，都去，我愿意买。你知道他这边储存了多少金子呢？多少？将近5000公斤。哇，5000公斤，如果以现在市值来算，多少钱？200亿。哇！结果今天去搜索，发现他公司47公斤的金子，1亿1000万的现金，所以认为他跟他应该要储存的量差太远了。是，因此现在负责人500万交保，电子脚镣伺候。哇！1年后我拿回什么？空气。那我其中最特殊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哇，他的业务员出行，居然是法拉利、劳斯莱斯跟魅影，你凭什么买得起这些名车？他业务员出行跟客户谈，对，开这种车子，哇，那真是惊人。为什么现在黄金这么受到诱人又瞩目呢？对，金价今天又喷了，史上第2高，是还没超越史上最高，但已经回到第2高。而且各位观众，以前一定要看我们节目，也要沾喜气。你知道今天1钱多少？多少？1钱16680元。哦，一路发，一路发。今天金价一路发，祝大家一路发。好，全世界民间最喜欢除金价，大家都说大陆大妈嘛，错。我告诉各位，印度人超爱除金子，真的吗？多爱！我问你，印度人民间除金多少？多少？24000吨。这个才没什么概念，没什么概念，对不对？对，我讲美、中、俄、法、意、日，再加上德国跟瑞士，世界前8大是央行的储金加起来都没有印度民间多。哦，真的
啊，全世界200是个国家的央行总量，对占世界的17%，是印度民间哦，就占世界11%。哇，所以它除了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黄金，你想的不是印度央行哦，是老百姓在囤黄金，囤那么多黄金做什么？炫富嘛？我告诉你，印度人印度37%的人都在平民线以下，不管你再穷还再富有，印度有个观念，结婚没有黄金，这婚不要结了。穷人买得起黄金吗？所以我告诉各位，在疫情2020年疫情起的时候，全世界大封城，印度也大封城，对，百业萧条，每一个商店前面都没人，无一例外。但是有一个商店人山人海，怎么样控制不住？黄金店啊，真的假的？因为疫情发生之后，黄金啪一下直线下跌，对，跌了$300，印度人就赶快去囤金。你会交互感染呢？交互感，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哇，所有人都去买黄金。好，然后呢，你看各位，我一定要给你看这个口罩，世界上最贵的口罩，印度的土豪，还看这个口罩真的很土豪哎，12万新台币，是12万新台币，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防不防疫？当然没有啊，这个是来炫富的，炫富的12万新台币。对，好，而且你看他的手指，我的天哪，他的10个手指头10个戒指哎！我就跟你讲，印度人就是炫富，不炫珠宝，不炫钻石，炫黄金。对，好，我跟你讲，他们结婚他们进口黄金50%到60%都用在结婚上面。你看，印度人结婚就是炫黄金，比赛黄金的。就算你再穷，普通人结婚都会把40%的东西，你看用到黄金上面。好像女神，你有没有看到？哦，对，我再给你看，印度有一个这个糖果商人，他嫁女儿，各位看，哇，这新娘子啊，我告诉你，我都觉得他走得动走不动，你看为什么？因为他身上的黄金，哇，连裙都金缕衣，身上黄金超过1200万。多重，重点是多重，他居然还可以走不动，真的。我跟你讲，他好美哦。从这里到酒店的时候，是警察护送去的，因为你看这一条就多重，这个是行动的个人金库啊。对，好。那除了他之外，我还要给你看印度一个土豪，对，他做了一件黄金衣，黄金衣。这个土豪这4公斤的黄金，他走上去游街炫。各位，这4公斤的这么软，这个都黄金打造的，黄金打造了，680万新台币。我觉得重点不是新台币的问题，你知道重点在什么？在哪里？工钱啊，20个工匠是做了3200个小时，才慢慢做出这些黄金衣。好，除了这个之外，各位，我要介绍一个黄金庙给大家看。哦，印度的黄金庙。印度黄金庙。这个黄金庙用了720公斤的黄金，720公斤的黄金，重点在哪里？它被选为全世界单一地点参观人数最多的地方。哇，大家都要去见证这个黄澄澄的黄金庙。对，大家去看，不是要见证黄金庙，刚才跟你讲，你进场哦，对，排队要超过1个小时，每天哦，对，然后你进去绕一圈就出来了。对，黄金庙720多漂亮！真正的是它前面的神池，每一个人都要去沐浴一下神池。如果你有沐浴的神池，百病皆消哦，法力无边啊！对，是你在神池里面对着黄金要去拜，你的百病都消失了。所以这个黄金庙是世界上单日游客最多，每天超过10万人。所以放眼当今的世界，在每一个国家比印度更执迷疯狂于黄金。可是现代人要对比400年前的印第安人，那我们要差得远了。各位要知道，我刚刚讲都是中国大陆大妈跟印度，对，他们最喜欢买黄金。是产黄金本来最厉害的地方是哪里啊？在中南美洲啊。所以我告诉你，中南美洲很可怜，被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抢去了黄金，那简直是惊人的。有人算过，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偷偷运走250万吨，那简直不可思议。哇，简直不可思议的天量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哥伦比亚有个我们讲黄金庙，今天讲黄金湖。好，这个湖叫做瓜塔维塔湖。我跟大家讲，在我心目中，我觉得这个湖好奇妙。第一个，它在3000公尺的山顶上面，3000高山湖泊。第二个，你知道它是个什么湖？什么湖？它是个陨石湖。
这陨石撞上去了，怎么会有个陨石哦？刚好撞了个刚好撞到最顶的最顶，这等于神明的意思。你看，一个陨石撞到山最顶的地方，棒撞了一个陨石湖出来，然后下雨积成一个1600公尺直径的一个湖。是好，那所以印第安人把它当做自己的圣湖。对，圣湖，所以每一个新领袖上任的时候，加冕典礼一定在这个地方加冕。那所有人为了庆祝新领袖上任，就把珠宝、黄金全部丢到湖里面，给湖神，献给湖神，献湖神。哦，所以古迹里面有5万件黄金、珠宝、东西、玉器。你说都在湖底呀？现在400年到现在，哎，对，400年都在湖底。好，那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印第安人他自己多嘴，告诉了一个西班牙探险家。西班牙人带了一队人，啪就来了，捞到没有？捞了，看，这都是湖里面捞上来的。哎，真的有哎，哇！你看这个船，这么美的饰品丢到湖里去了，丢到湖里面去，这个饰品简直美到不行。好，那这个是在哪个地方捞出来？英国，英国，因为先头人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各位看，来导播弄一下，一个 V 字形的缺不是口，他弄个缺口，对，本来湖是这么高的，对，弄个缺口让水都流光了，水就流光了，他让水浅，他才好捞啊。哦，结果就捞了一部分，是荷兰人来了，英国人来了，葡萄牙来，每个人都来捞。最厉害是英国人，英国人他有一天啊运了抽水机来，吃干抹净啊，抽水机来，是他把它几乎抽干了。对，抽干以后他捞了。我跟你讲，他后来回国，刚刚我们看那个，对，就他卖了67批，他成为英国的巨富，这就是他卖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结果别人就要都来，就对不起，湖底全部是泥泞，对，然后他那个阳光一出来，湖里泥很快就凝固，对，就把里面都封在里面，对，结果一下大雨它又满了。那我问你哦，哎，今天被他抽水了，大家前仆后继捞不完的金饰5万件，对，还有吗？现在还能过来挖吗？问题就在这里，印第安人的信仰被破坏，印第安人的神湖被破坏，神明生气了，印第安人甚至被迫迁徙，神明发怒了。现在这个哥伦比亚政府把这个地方列为自然保护区，任何人不能涉足，任何人不能再去挖，早该应该把它封起来了，而且派部队去驻守。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不能挖、不能寻宝的。好，哪一天我跟徐云江约好去这边游泳，我们一定不会告诉你，搞不好可以捡到一片，因为那个船太美了。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